这柄禅杖名为混铁水磨禅杖，重达62斤，乃是花和尚鲁智深所用兵器。一头为新月牙形，月弯处分穿4个铁环，另一头形如倒挂之中，长约7寸。禅杖两头均可使用，其风格特点反防为攻，刚柔相济，数十斤的重量挥舞起来威势骇人，配上鲁智深可倒拔垂杨柳的气力，断的是勇猛无双，神鬼难挡。北宋年间，官府腐朽，民间多有恶霸横行。有急公好义者鲁智深3拳打死恶霸镇关西，无奈逃至五台山，落发为僧，却因控制不住杀念，屡次生乱，被住持安排去往东京汴梁，却在路途中被官兵认出，因一时贪酒被下药擒住，就要押送至府衙领赏。行至野店时，官兵强令掌柜上菜，酒足饭饱之后还拒不付钱，行迹极为嚣张跋扈。可怜掌柜年老力衰，被官兵首领猛力一脚撞在石上，当场一命呜呼。随着血腥气传来，囚车中的鲁智深瞬间睁眼，他平生嫉恶如仇，并且见血就会陷入疯魔。官兵还在掩埋尸体，消除证据，却不知鲁智深凭借蛮力已然脱困，取来一旁的禅杖发起冲锋，势大力沉的一击直接击毙一人，手中禅杖痛饮鲜血，大开杀戒，将所有官兵毙命。等到日出，鲁智深才恢复神智，头戴斗笠，孤身上路。在城中客栈歇脚时，无意间瞥见一女子偷去他人钱袋。女子正洋洋得意，望见鲁智深眉目含煞，虽心生胆怯，却也不愿意放弃钱袋。鲁智深正欲动作，见施主直接将一桌食客赶走，看上去绝非善类。鲁智深也懒得再管。城郊破庙，几个小乞丐各自玩闹，鲁智深也恰好露宿在此，正好被孩童笑声吸引时，见到先前女子用偷窃的钱买来吃食，交给这些小乞丐。孩子们继续玩闹，天性使然，将藤球踢到门前，正要捡球时，却被鲁智深不怒自威的面容吓到。鲁智深浑不在意，随手丢回，也让女子感受到他全无恶意。女子名叫阿玲，靠着偷东西与这些小乞丐相依为命，只是这次偷到的钱袋明显不一般，里面藏有一块玉佩，上面竟然刻有路线图。阿玲虽心有疑惑，却并未在意，全然不知即将大祸临头。与此同时，城外的元丰寨内，丢失钱袋的男子伤痕累累，玉佩乃是关乎山寨计划的重要信物。得知信物丢失，首领大发雷霆，敕令所有人寻回玉佩，而城中钱财失窃大多是乞丐所为，通过血腥手段逼问出破庙地点。待土匪来到破庙，阿玲虽将玉佩交出，小乞丐们却惨遭毒手。血腥气传来，鲁智深猛然自噩梦中惊醒，听闻隔壁惨叫声，立刻起身。正当阿玲即将遭难，鲁智深及时赶到，将他救下。事后，阿玲将小乞丐们安葬，哭了整整一宿。鲁智深起身安慰2句，不成想转身离去时，阿玲却随后跟来。他如今已是孤苦伶仃，又手无缚鸡之力，便如同小尾巴一般紧紧跟着他。可鲁智深自己身负命案，官府正四处通缉，实在是有心无力。正要出城时，卫兵瞧见城墙处的通缉令，当即四面围了上来。眼见他被官兵缠上，阿玲偷走路人钱袋，制造混乱，吸引卫兵注意，自己却被撞倒一边，伤到脚踝。见鲁智深就要撇下自己，阿玲大声呵斥，被卫兵发现，鲁智深只能带上阿玲一起逃离。鲁智深心存感激，哪知阿玲却当场下跪，请求他帮助自己复仇。鲁智深一口回绝，土匪凶狠残暴，可一切皆是因他偷窃而起。鲁智深谨记临走前住持的教诲，仇恨并不会因杀戮而终结，劝阿玲放下心结，反正他不会再兴杀戮。见鲁智深态度坚决，阿玲转而请求他传授自己武功。鲁智深随口声称，只要他能将自己的禅杖拿起，便可传授武功。阿玲不以为意，可使尽浑身的力气也拿不起他那62斤重的禅杖。鲁智深不愿多生事端，哪怕阿玲百般请求也无济于事。见他如此油盐不进，阿玲无可奈何，心中苦闷，去给小乞丐上坟。刚巧碰见2名官兵提起土匪，阿玲急忙跟随而去。听着官兵自言自语中，阿玲明白了一切的缘由，原是官府竟与土匪勾结，准备合伙私吞赈灾的饷银。而玉佩上刻着的正是运送饷银的路线图，同时也是用来交接的信物。
阿玲难以置信，小乞丐的死因竟是自己一手造成。如今官匪勾结，他即便是报官又有何用？待回到住处，阿玲买来好酒，请鲁智深喝酒，仰头痛饮，故作潇洒。平凡之人心怀仇怨却不能报，不是心甘情愿就此放下，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放。阿玲看似轻松地将所见说出，令鲁智深大为触动，跪于佛前问道：世间万恶，诛邪当道，无辜百姓身陷水火，他实在无法袖手旁观。便在某日，官兵押运官银之时，一个早已对首领不满的头目私自外出抢劫，土匪凶悍，将所有官兵尽数杀死。却见不远处鲁智深手提禅杖而来，若是世间苦权恶已久，那他再开杀戒又有何妨？见喽啰尽灭，头目只好亲自动手。鲁智深手举禅杖，将头目攻势挡下，一根挥舞间疾风烈烈的禅杖令他的武力极为可怖。哪怕头目一双金锤也是不弱，终究还是被他一招割喉。却不知头目乃是元丰寨首领弟弟，亲友身死，首领怒不可遏。知晓阿玲与鲁智深颇有关系，便趁着阿玲去告慰小乞丐时，指使手下将其掳走，就要用他来祭奠自己的兄弟。等鲁智深回到住处，未见阿玲身影，却见到土匪留下信件挑衅，顿时大感不妙，急忙赶去。待杀气腾腾来到元丰寨，鲁智深毫无废话，立时动手。土匪人多势众，却不是他一合之敌，浑身煞气，如同怒目金刚。当下一杖一个，将喽啰尽除。稍息，一白衣男子手持折扇杀来，虽武器短小，暗藏凶险，却难挡他赫赫凶威。接着2名女子支援过来，4人随即战作一团。鲁智深独占3人，依旧游刃有余。察觉身后折扇袭来，鲁智深反手一推，借势率先解决一人，手中禅杖舞动如风，当场重创另外1名女子。接着奋力一拍，女子顿时五脏俱碎，十死无生。剩下的男子还想负隅顽抗，也被他势大力沉的一铲立时毙命。鲁智深直闯大厅，质问阿玲身在何处，却终究还是来晚一步。顿时怒发冲冠，目眦欲裂，哪知首领手持一口关刀，武力颇为不俗，一时间竟与他斗了个旗鼓相当。可时间一长，鲁智深还是占据上风，顺势一推，将首领缴械。见首领以手抓住禅杖，拔起禅杖将其重摔在地，随即借势将首领挑飞，趁机回转身形蓄力，随后抛出禅杖，将其钉死在虎皮椅上。待此间事了，鲁智深为阿玲立坟，以漫天纸钱为他送行。回忆起昔日种种，双手合十，目中却有热泪落下。忽闻一声熟悉的呼唤，好似故人依在，正向他欢笑而来。